庆功宴上，沈燕霄的女兄弟跨坐在他小腹上，动情的嘴对嘴嘟着酒。与我四目相对时，他无所谓地摊手道：“与阿燕同吃同住了2年之久，我连他屁股上有几颗痣都知道，要有什么早有了，还轮得到你现在来捉奸？”沈燕霄的兄弟们也都护在他身前。京东小姐哪里见过血，怎会懂我们刀口过命的交情？怪就怪你，来将军府也不提前通知一声，真让兄弟们扫兴。沈燕霄默默递给我一大碗酒，本是你不对，给兄弟们赔个不是，否则我们的过去便不作数了。看着能让我没了命的烈酒，我含笑捧出了沈燕霄教我保管的钥匙与账簿，那便不作数了。大家好，欢迎收看达达听书。转身，我入宫向圣上求了次婚，他们皆以为我不过是得不到沈燕霄的心，要将人强占了去。沈燕霄信誓旦旦威胁我，赐婚也不是不可以，但有2点你必须遵守。第一，我答应弦音同他守孝3年，大婚须得1年后。第二，你伤了弦音名声，我要对他负责，便让他与你同日进府，无分大小。我含笑应下，沈燕霄得意非常。直到圣旨赐下，赫然在上的名字却不是他。沈燕霄班师回朝那日没来见我，他送我了2根七彩羽毛，来人说，做人当如9天自由的凤，而不是笼中短浅的雀。沈燕霄为着9天的凤在将军府大办庆功宴，我这笼中的雀不识时务找去时，宋弦音正豪迈地跨坐在沈燕霄的小腹上，捧着他的脸，嘴对着嘴，一口一口往里嘟烈酒。沈燕霄喉结翻滚，按着宋弦音后腰的手音太过用力，青筋暴起，直到宋弦音瞥见了我，才恶作剧一般深深稳住，继而狠狠在沈燕霄唇上咬了一口，一个翻身，撑着胳膊半躺在了沈燕霄身侧耍赖。没意思没意思，虽然阿燕包住了我整张嘴，酒水一滴没漏，可我还是不认输。他赢在醇厚喉咙粗，胜之不武。沈燕霄端起桌上的酒碗，仰头一饮而尽，而后宠溺笑道：“我认输，酒我喝，满意吗？”军营里的兄弟们跟着起哄。将军跟前，宋小将何时输过？就说上次，宋小将一句将军的骏马闪电他骑得顺手，将军便是找着借口也要输给他。还有京城里送去的药材与衣物，都是紧着宋小将先挑，自己甘愿用他剩下的。可闪电是我养大的，药材是我跨越千山万水送给沈燕霄的啊。我蜷缩的指尖泛起了微凉。宋弦音挑着得意，朝着我的方向叫道：“赵小姐听到了？是阿燕输给我的，可别吃没用的干醋哦。”她翻着白眼揶揄着：“你们京城里的闺秀，闲得无事生非，最爱在男人身上找存在感了，希望你不一样。”雪堂，你什么时候来的？沈燕霄一闪而过的惶恐与惊慌，证明他知道自己的行为逾矩了。我浅笑看他，来的不是时候，恰好看到你被咬破了嘴皮。沈燕霄现了片刻慌乱。雪堂，你听我解释。来了来了。宋弦音双手一摊，撇嘴打断了他。京东小姐拈酸吃醋没事找事那一套又来了。我就说吧，我这样的性格就不适合跟你回京，阿燕非要死皮赖脸求我来，这下好了，冤死我算了。他轻蔑地斜视我一眼。我和阿燕同吃同住了2年，连她屁股上3颗梅花痣在哪个位置都一清二楚，我们要有什么早就有了，轮得到你今天拿个赌约来捉奸？闲得没事，就躲回后院里多绣几个红盖头，以后保准用得着。女子嫁人的盖头都是亲自绣的，一生只嫁一次，所以只绣一方。宋弦音是讽刺我小肚鸡肠，注定被抛弃，会几婚几嫁，不得幸福与安宁。偏偏眼前的一群男人听不懂，他只是我的好兄弟。沈燕霄解释道：“弦音在军营里长大的，性子就是这般，狂放肆意，粗枝大叶，与京中满肚子弯弯绕绕的娇小姐们不一样。雪堂，你母亲也是女将军，你当懂她的，不会误解她的，对吗？”我要反驳，宋弦音就莫名啊了一声，不可思议般上下扫视我。啊，你母亲是女将军啊？该说不说，从你身上看不出来一点。哈哈，也没说你不磊落飒爽的意思，就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娇小姐吧。
争风吃醋，无理取闹耍脾气，还娇滴滴的，看起来玩不起的样子。阿燕，你身强体壮的，日后也要悠着点。赵小姐这小身板可经不起你几回折腾的，别把人腰折了，也可帮不了你。怎么说呢？腰虽然细，屁股不够大，不带劲，怕也不好生儿子。她一边啧啧摇头的对我评头论足，一边又让我浑身不适的视线在我身上扫视。看看到底是娇娇，我2个玩笑话就气得脸发白了。哎，真是比不上军营里的兄弟们自在。阿燕，以后你成亲了，兄弟们就不来找你了，没意思。沈燕霄尴尬地笑了笑，用充满警告的眼神示意我不要计较。可我就活该被羞辱。我头一偏，嗤笑出了声。正因我母亲也是女将军，所以我从不知道因女人成了将军就必须多长个根，不仅要随意与男子同吃同睡。嗨，我扫了一眼2人的小腹，掩着帕子笑道：还大庭广众之下行特殊之好，好不知羞哦。哦，也许女将军和女小将是不同的，我母亲可从来端庄得体，被男子敬仰，女子钦佩，是名垂千史的巾帼英雄呢。宋小将的丰功伟绩呢？不会只在沈将军屁股上的3颗痣和多长的根上吧？宋贤英的讽刺僵在脸上，我撅着嘴摇了摇头。说实话，幸好你长了个根，毕竟世道对男子是要宽容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都能对女子品头论足。若是个女子，你可就危险了。他们不仅要嘲笑你长得像瘦猴子安了个大猪头，不伦不类，还要揶揄你胸口没揣婴儿粮，抱在怀里像个搂个男兄弟。你生在京城，便笑你养在深闺金丝雀，目光短浅；若是如你一般生在军营里，他们便笑你生在男人窝里，还没被睡烂，肯定奇丑无比。若是与将军勾搭上了，他们又有的说了，看吧，除了往男人被窝里钻，他挂头羊卖狗肉的女扮男装还能为什么？不是真以为自己是穆桂英吧？一手好把戏能折断的也只有将军的短枪。宋贤英快气哭了，我摊摊手，一脸无辜道：我年少时在军营里待过，说话糙了些，只是开个玩笑，你不会生气了吧？说罢，我一个眼神，丫鬟便拿她讽刺我的2根七彩羽毛插在了宋贤英头上。大圣头插彩凤的72变，我便为贤英兄弟也插上凤凰羽，帮你早日幻化出可用的一根，祝你大展雄风，一举得男。这人可真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轮到开他玩笑他又开不起了，拽下2根羽毛，他一把摔在地上，带着哭腔吼道：沈燕霄，2年兄弟过命的交情，你容得他这么欺负我是吧？沈燕霄神色一凛，他的军师和副将便一左一右站在宋贤英身侧，安慰起了吧嗒吧嗒掉眼泪的宋贤英。一个不满道：京中的娇小姐连血都没见过，如何能理解我们刀口过命的交情？也罢，手足之情断在将军大婚那日，也算这辈子无憾了。另一个也温吞附和着：将军府的下人该换一轮了，连个女子都拦不住，如何能护住将军府的安全？宋贤英被他们袒护着，傲娇地仰着脖子瞪我。人家是阿燕的青梅，将来的将军府夫人，谁敢拦她啊？该走的是我，我今晚连夜回西北，不碍别人的眼。副将鼻孔里冷哼一声，挡在他身前。怪就怪某些人来将军府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毫无廉耻地把将军府当作自己后院，砸了我们的庆功宴，真让兄弟们扫兴。真是抱歉，知道你们庆功宴上要演活春宫，我哪怕为了自己的眼睛也不会来这一趟。军师听不下去，摇头叹息：赵小姐出自名门，怎可粗俗至此？没办法，遇到了烂人，像你们打仗一样，碰上什么队，手上什么强度，军师当理解我的吧。我被3人围剿，孤立无援之下，沈燕霄没有说话。他兄弟们受了委屈，他便拧着眉头端起身前的一大碗酒，冷声递到我跟前，命令道：本是你不对，给兄弟们赔个不是。我幼时身子不好，汤药喝了不少，一辈子碰不得酒，便是花雕蟹吃过一次，都差点要了命。还是沈燕霄守了我1天1夜，赌咒发誓，谁再让我碰酒，就跟谁拼命。看着能让我致命的烈酒，我知道我的身子与我这个人都不在沈燕霄的心里了。所谓青梅竹马一世携手的玩笑，也该结束了。我舒了口气，
捧出了沈燕霄教我保管的钥匙与账簿。今日贸然闯入，是我的错，还了你这些，将军府我便不会再踏足半步。将军府是沈燕霄出征前托我代管的，那时候他说将军府总是要交给我的，早点交给我他反而没了后顾之忧。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事事休。我转身要走，沈燕霄却压着怒意喊道：不过道歉而已，我便不用左右为难了，你宁愿拿交出管家之权威胁我也不肯低头。我脚步微顿，便听韩笑高声道：将军刚回京，就因兄弟们被撂了面子，这将军府日后是来不得了。宋贤因压着得意附和道：自古忠义两难全，做兄弟的能两肋插刀，更遑论退让这一步。我明日退回西北便是，我道歉，好了吧？不许！沈燕霄突然怒吼道：雪堂，今日你若不道歉，我们的从前便不作数了。我心像被捅了一闷刀，还是强忍酸涩，回头冲他莞尔一笑，同我的12年做了道别。5岁时，他依附我舅父，同我父亲一起战死沙场，是我们跪在棺椁前互相陪伴着度过的。7岁时，我染了天花，命悬一线，他也不顾生死，守在院子里陪了我整整7日。10岁时，他知男女之情了，郑重其事求我，不能眼里有别人，只能有他。13岁出征，他信誓旦旦要用一身荣光给我披上华丽嫁衣。可17岁，他说从前不作数了，那便不作数了。我回得果断，走得决绝，再没回过头。转头我便入了一趟皇宫，向圣上求了赐婚。那夜风凉，沈燕霄望着被冷风扑打却头也没回的背影，突然心空了一瞬。他想去追，可兄弟们期待的目光，弦音含泪的委屈，生生让他挪不动脚。算了，雪堂这几年借着自己的威望，在京中过得太顺风顺水，到底丢了他从前的睿智与宽厚。他自5岁便与自己相互为伴，眼里除了自己再没有别人，难怪会闹脾气。那般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是该好好磨磨了。待他想通了，在人前给弦音赔个不是，为自己圆了面子，这将军府与自己还不都是他的？暗燕，给你一副胃口肉，我看就你咬的那块最香。宋贤因一句话打断了沈燕霄的思绪，他舒了口气，将自己方才啃过的肉顺手递到了宋贤英嘴边。宋贤英嘴角勾起的得意他看得见，但贤英无依无靠的，自己不惯着些，护着些，他在这满是算计的京城里活着都难。况他陪在自己营帐2年之久，哪里还有名声与前途？自己到如今还没给他身份，便是将这正妻之位留给雪堂的。自己的退让，雪堂他怎就想不通？罢了，大不了回头轰轰便是。可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回头路？半个时辰后，我已跪在了陛下面前，应了他的赐婚。我母亲平叛之时中了毒箭，弥留之际将我托付给了陛下。陛下曾数次要给我赐婚，可皆因沈燕霄未归，被我拒了。我等成了17岁的老姑娘，才知他早在营帐之中养了个女兄弟。太后劝我放过自己，去选潜力股3皇子。他说，如你所见，天下男子到最后也都那样。今日不背叛你，婚后也一样妻妾成群。女人在这个世道总是艰难的，可若格局放大些，你不吃情爱的苦，便能享无人能及的福。如哀家一般，受锦衣玉食的累，成万人跪拜敬仰的苦，岂不美哉？我想通了，所以入了宫。天子脚下，耳目众多，将军府里的一切，陛下皆有耳闻。封回，可有话说？3皇子恭敬回道：儿臣愿为父皇分忧。那你可要何赏赐？陛下以为我拿3皇子当了备选，沈燕霄不要我了，我才慌不择路，非要嫁给他。出于愧疚，要给予补偿。3皇子终于懂了我为何选在今夜急匆匆求赐婚了。天子鸡蛋太多谋算，意气用事，反而得他的心。谢峰回用余光瞥了我一眼，温声应道：儿臣无所求。无所求才是最大的求。他以退为进，让陛下十分受用，便将祭祀大典交给你了，别让朕失望。3皇子波澜不惊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可在送我回府的马车上，他盈盈笑冲我道：“多谢。”我摇摇头，最佳盟友便是我要成全你的大志，你要我得偿所愿。陛下让殿下主持祭祀大典，便向满朝文武宣告陛下看中你的信号。朝堂重新洗牌，自有聪明人主动投入殿下麾下，日后殿下的路便好走多了。似是我看错了，他面上的僵色一闪而过。血糖才是皇祖母给我的最大的助力，其他的不重要。我轻笑一声，不要忘了今日携手共进的艰难，前路才能走得更加长远。他温吞乖巧，总是静静地隐在人后，不争不抢，隐忍得让人心疼。太后说，这样听话的人做傀儡好用。我入宫求赐婚的事被传得满京皆知，他们说我抓不住沈燕霄的心了，便不择手段要留住他的人。我没当真，可沈燕霄和宋贤英一行人当真了，将我拦在茶楼下。宋贤英揶揄道：“早知道赵小姐这么恨嫁，兄弟们就不该逼着人家说出再不入将军府的狠话。这下好了，下不来台去求陛下了。也是，你们京东小姐不都是这样，抓着高枝不肯放，绞尽脑汁用尽手段也要嫁进高门，还以为你傲气不一样，生怕嫁不了大将军，急吼吼以示压人。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大大咧咧几句话，便要毁了我多年经营的好名声。我身后的一众京东小姐们被气红了眼，义愤填膺要与宋贤英争执一番。可话还没说出口，沈燕霄的军师云策便温声劝道：“宋小将向来不拘小节，并无恶意，冒犯到诸位小姐，云策向诸位致歉。”含笑双手一抱：“赵小姐也不要仗着青梅竹马的情分逼得太紧，将军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又不是你拴在院子里的狗，连与兄弟们交好的自由都没有吗？便是成婚了，将军也断不会断了与手足的情分，疏远了宋小将的。”沈燕霄仰着脖子走到我面前：“血糖。”他伸手拉我，却被我躲开了，手僵在原处，半晌他才轻笑一声，自顾自道：“既你已向陛下求了赐婚，我便不让你难堪了。只一点，贤英叔父战死沙场，不过1年多而已。我已答应他，与他一起守孝3年，你我大婚只能推到1年后。从前答应给你的聘礼，因贤英未嫁，我总要给他留一份，便也只能给你1半了。还有，贤英再无家人，将军府就是他的家，日后你当多让。”我听不下去，冷声打断：“不可能，不答应。那你就别嫁呗。恨嫁女，连逼婚都做出来了，生怕成了老女人是吧？”他……宋贤英话音刚落，便被一茶杯狠狠砸在嘴上。众人一抬头，谢峰回款款临窗而坐，温润的脸上压着怒火。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烂嘴巴不会说话，打得好。”谢峰回冲我莞尔一笑，才对宋贤英冷声道：“非议父皇的旨意，藐视皇家尊严，来人，掌嘴！”谁敢？沈燕霄3人紧紧将人护在身后。不过几句口舌，贤英大大咧咧惯了，并无冒犯皇家尊严的意思，还望三皇子看在本将军军功在身的份上，网开一面。谢峰回看了我一眼，黑眸里似乎裹了薄薄一层心疼。有点军功就了不起了？血糖满门忠烈，双亲皆为我大楚抛头颅洒热血，最终马革裹尸，连仅有的女儿都顾不上了。可你们又是怎么对他的呢？沈将军的心偏成了这般，若是你义父泉下有知，也该后悔从乞丐窝里捡回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烂东西。沈燕霄面色一僵，愠怒与不忿皆摆在了脸上。韩笑忙挺身而出，挡在他身前：“殿下有所不知，贤英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将士，为将军挡过箭，为我兄弟背过师，便是云策半死不活的时候，也是他日日鼓舞陪他渡过难关的。他不像有些人仗着出身好，不知人间疾苦的锦衣玉食，一再欺辱于他。是吗？”我向前一步，冷声道：“韩副将口口声声京中小姐养尊处优，不曾见过血，不知人间疾苦。那我便问问你，你们的沈将军带着宋贤英去沙漠赏月，被敌兵追杀，逃窜之时后背中了一箭，是谁救的他？”他一脸莫名，继而笑出了声：“你不会说是你吧？”我冷眸看他，一字一句狠狠道：“
便是你看不上眼的这些京中小姐们，将家族培养多年的护卫送给了你的好兄弟沈燕霄做死士。那一日，30名死士以肉身作盾，万箭穿心，才救得你们的将军和宋小将的性命。韩笑面色一白，急急向二人求证，可二人闪烁其词的样子，已证明了一切。韩笑心虚，声音都弱了下去。不过是意外，宋小将也不愿的。一次是意外，那第二次呢？韩笑眸光一颤，你拜把子兄弟若不是为了护住偏要去采格桑花装饰帐篷的宋贤英，如何会被饿狼扑咬死无全尸？他背着一副骸骨回去，就成了你感恩戴德的英雄。可你的好兄弟是他眼睁睁看着被饿狼撕食啃咬而死的，那时候的他躲在石缝里捂着嘴，生怕自己受牵连呢。韩笑身子一抖，站立地看向宋贤英，后者身子一缩，便躲在了沈燕霄身后。将军，你告诉我不是真的。宋小将不拘小节，义字当头，不都是你说的吗？他怎会？形势所逼，与他何干？沈燕霄不耐地为宋贤英挡下了所有或鄙夷或轻蔑的视线，继而看了我一眼。雪堂，够了。不够呢。我又看向沉默军师云策，你中了蛇毒，五脏六腑都像被火烧，生不如死。宋贤英鼓励你活下去，你就感恩戴德，可动动嘴皮子的事很难吗？你可知日日金匮汤药不断，整整3月不曾歇过。那些价值千金的药材，那些10几万将士都不曾受过冻的棉衣棉被和大块大块的肉干，便有一部分是你们看不起的京中的娇娇们走向街头摇旗呐喊，挤进亲友后院死皮赖脸的伸手讨药，甚至变卖首饰衣物凑起来的。拿着本能救你的药去养受伤的虎崽子，差点要了你的命，他不该愧疚吗？看瑟缩在沈燕霄身后连头都不敢抬的宋贤英，他还有什么不明白，便慌忙道歉。是某狭隘无知，被蒙在了鼓里，某难辞其咎，求接受某一礼。云策深深行了一礼，不动声色与韩笑站在一起。知晓真相的二人面寒如霜，默默拉开了与沈燕霄和宋贤英间的距离。沈燕霄凝眸看向我，眸光复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为何你？我不会靠污蔑别人涂抹任何人的功绩。大战得胜，你功不可没，但你这人的人品在我这里烂完了。沈燕霄还想解释什么，被我身后的贵女们挡住了脚步。她们冷声道，我们接受的是最好的教养，受家国庇护，得父母恩泽，亦是满腔忠肝义胆。仅仅因为我们出身好，因为我们不像某些人一般往将军床上钻，便被人轻蔑目光短浅的笼中雀，我们自是不服也不认的。如太后娘娘所言，文臣武将皆是国之栋梁，男女之间也不过分工不同，并无高低之分。轻贱别人，不过证明自己浅薄狭隘，如此而已。几人恼怒着，拉起我便走。身后传来谢峰回带着薄怒的命令，还不动手。这一次沈燕霄是真的慌了，他冲着我的马车惊慌喊道，雪堂，别闹了。贤英被打耳光，以后如何做人？见无人回应，他冷声吼道，你若坚持如此，我便跪求陛下收回成命。可我一次都没回过头。他不会当真不要自己吧？沈燕霄身子一抖，在抬眸时，马车早已引入喧嚣的人群，没了踪影。而惊慌无措的宋贤英已被压跪在地，一耳光一耳光，打得他满嘴溢血。沈燕霄多次求见我，都被我拒之门外了。谢峰回倒是时常进我的院子，与我坐在一处谈证据，谈用人，最后谈到夺嫡之争。沈燕霄若能为殿下所用，便是极大的助力，可同样，若不得殿下所用，便是一把压颈之刃。谢峰回一子落下，才抬起凤眸看我，以你所见，是要我去与他交好？那不如让我杀了他一了百了。他长睫抖了抖，低垂着眉眼，看不到表情，却明显能感觉到他的不悦。到底是小孩子脾气，有点情绪都放在了明面上，我不由笑出了声来。可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心怀天下的时候，用人还能只看性格之长短，个人之恩怨。他抬眸看我，修长的手指捻着我的宽袖晃了晃，清澈的眼底翻涌着满满的委屈。你还要我去讨好他？那这高位我不要也罢。说好的你会护我呢？
怎还要我向别人卑躬屈膝求庇护啊？我无奈，让我想想吧。他轻弯嘴角，眼睛笑成了月牙，乖得像只我能揉一揉的软兔子。不能太久，再过3日便要论功行赏了。不过他到今日都还以为你是在与他斗气呢。3日后，他若知道你要成婚了，新郎不是他，你猜会是如何情形？我黑字落下，他满盘皆输。我不猜，我可以看。他唇角越发难压，也不知在得意些什么。3日后的宫宴上，求见我多次的沈燕霄终于将我堵在了皇宫里。他依旧威风不减，只眉宇间的义气与嚣张淡了许多。你还在斗气？今日陛下便要赐婚了，你躲又能躲到几时？你也18了，何须与一个15岁的孩子一般计较？15岁的孩子，他13岁出征，刀口舔血；我12岁长家，尔虞我诈。他都忘了。我沉默不语，只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他自觉不妥，清了清嗓子来劝我。上次茶楼前你当众伤了贤英名声，让他被军中将士们排挤，这军营是回不去了。三皇子又当众打了他耳光，京中小姐妹视他为笑话，排挤得厉害。雪堂，你自小便善良，能不能为了我，让贤英与你同日入府？他那个性子不能被拘着，便让他与你不分大小。当然，他变得急切，生怕我拒绝一般。管家权在你手上，将军府也如从前一般由你打理。他肆意惯了，你不管他便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平妻，你就当成全我，成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好不好？谢峰回负手而立，皱着眉头站在假山下，暗自生着闷气，假装无事，却用余光偷偷瞪着我们这里。手里攥着的还是从太后娘娘宫里要来的点心。他怕宫宴太晚，着了我，偷着去讨了一包给我填肚子。晚风习习，像一只温柔的手从身上抚过，心都跟着又柔又软。小有小的好，乖巧懂事，像我养在怀里的软兔子。我着急去拿我的点心，却被沈燕霄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去路。雪堂，我说这么多，你听见了吗？可答应？谢峰回抿着唇，攥着点心的手在发紧。我眸光一缩，淡淡道：都随你，毕竟与我无关的以后，他想如何我都随便。我擦身而过，转过回廊，朝谢峰回摊开了手。我的点心呢？他的雀跃扬上眉梢，嗓音里却带着闷闷的委屈。还以为你不要了，你辛苦讨来的，我当然要。我们并肩离去，廊下的沈燕霄眉目舒展开来，隐隐透着得意。他想赵雪堂爱他爱的厚重没有余地，饶是爱吃醋胡闹了些，他日后也定念着他的恩情，多给他几分恩宠与偏护。他想得很美。直到宫宴快结束时，大监在陛下的示意下捧出了赐婚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宁侯之女赵雪堂娴熟大方，温良敦厚，品貌出众。太后与朕公闻之甚悦，特许配皇三子为妃。钦此。什么？沈燕霄蓦地站起身来，无视众人的惊讶，颤声朝我喊道：搞错了，怎会是三皇子？明明是我，陛下，错了。雪堂，快告诉陛下，圣旨搞错了。众人看他如看傻子，他又不自知，癫狂着去抢圣旨。放肆！陛下盛怒之下，沈燕霄被横刀胸前，逼着跪下身子。末将愿以军功相求取，求陛下成全我们的两情相许。沈燕霄的额头磕出了血。陛下冷眼相待，转头问我：雪堂，你可愿意嫁给沈将军？沈燕霄眸光一亮，满怀期待地看向我。可我款款行了一礼，一字一句，坚决无比。臣女不愿。雪堂，沈燕霄的希冀在眼底裂开。你为何不愿？你忘了我们青梅竹马？你忘了？将军，我打断了他。将军大胜归来那日，我送还将军府因物件时便说过，将军府我不会再踏足一步。将军不记得了？沈燕霄身子一颤，是不是他逼你的？他尚且比你小3岁，如何能靠得住？他眸光发冷，虎视眈眈地看向谢峰回。他一个不被陛下喜爱的无名皇子，怎比得过我一身军功？今日之后，我便是大将军王了。雪堂，休要糊涂！
沈燕霄！陛下大喝一声，继而将一堆弹劾沈燕霄为救宋贤英弃将士性命于不顾的折子摔在了他脸上。你当真自恃功高，目中无人到连朕的儿子都看不上眼？封回再不济也是朕的儿子。大将军王，你自封的，不如朕的皇位让你来做。沈燕霄与满朝文武皆战战兢兢地跪了一地。陛下息怒，息怒！朕的武将狂妄到以为朕的江山没了他都要垮掉了，嚣张的只差将利刃架在朕的脖子上，朕能活着都要多谢他手下留情。沈燕霄头埋到了地底下。末将不敢，陛下明鉴。滚出去，朕怕朕会一怒之下杀了你。你父亲沈将军与雪堂的母亲都会骂朕是昏君的。沈燕霄不可置信地抬起头来，却被人无情请了出去。临走之前，不忘朝我看一眼，带着哀求与忏悔。可我再无半分回应了。陛下缓了缓，扫了一眼故作委屈的谢峰回，略微愧疚道：峰回不负朕望，将祭祀大典办得尤其漂亮。朕从前看你年岁尚小，本欲让你贪玩几年，谁知朕的厚爱，竟被人当作冷漠无情的父亲。那便也别歇着了，明日去户部，跟着户部尚书李大人清点国库与税收。谢峰回眼下唇角的暗喜，乖巧应了是。再抬头时，满朝文武看他的目光都变了。这出身低贱、籍籍无名的三皇子，终于走进了众人的视线里。视线几经流转，落在我这将门孤女身上，便恍然大悟了。皇家养有功之臣的孤女，向来给足恩泽与赏赐，仅因玉石养大，赐一门上好婚事便足矣。偏偏我被养在太后跟前，她开阔圣明，从不曾像养废阿猫阿狗一样，锦衣玉食地将我养废。相反，她让我与皇子同窗，习帝王之术，在精神上指导我，行动上支持我，不让我做脑袋空空、只有情爱与雌竞的皇权傀儡。她打着照看救人的名义，年年命我入军营，与父亲母亲的旧部包饺子、谈兵法。她支撑着我，在国库空虚之际，站出身来与世家小姐们携手，集权贵之力，筹几十万军需，得尽人心。如今再看我与三皇子的婚事，他们骤然清醒。皇帝或许没有选三皇子，可太后以及赵沈两家的将士却注定只会选我赵雪堂。惯会见风使舵的文臣们，自会寻着理由上谢峰回的船。至于武将，云策与韩孝皆因我不计前嫌为他们求了情，并未受罚。二人被宋贤因添油加醋的离间，敌视我，轻贱我。如今知晓真相，还得我相救，倒是羞愧难当。我含笑道：军师云策以5000兵力大胜敌方3万精兵，无论是1000骑兵拖散阵营，100名将士火烧粮仓，还是兵分5路分割而食，皆要分毫不差。军师可谓用兵如神。军师云策眼睛亮了：赵小姐过奖。沈燕霄的一战成名，背后却是云策的用兵如神。他这般轻看功名利禄的人，我肯定他的功绩，钦佩他的智慧，便是懂他之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他眸底的感动与震惊，已表明他注定会为我所用。副将韩孝则是义字当头，被宋贤英摆了一道后，我为将士们所求军需之事，他皆看在眼里，已对我心悦诚服。沈燕霄被架空又如何？他手底下的10万大军，还是会为我所用。谢峰回含笑伸出手，扶我上马车。这便是你的办法。你说他用兵如神，可你也谋心有道呢。我伸出手放在他温热的掌心里，所以不要辜负我哦，最毒妇人心，殿下要小心。他摇摇头，不敢不敢，我惧内。马车行至半路，大雨滂沱，被沈燕霄生生拦住。谢峰回不悦，却被我按住。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他方才被陛下打了无形的耳光。你在落井下石，众人只会说你毒辣，不宽宥文臣武将。让我去吧。他唇瓣抖了抖，轻轻点了点头，将一把玉骨伞塞我手里，黑眸发亮，乖巧至极。别淋雨，着凉我会担心的。我轻笑着点头。沈燕霄的意气风发，好似在一夕之间被打散了。他被骤雨打得满目憔悴，失魂落魄。就因为一碗酒，你跟我闹到如此地步？我只要你一个态度，不会真让你喝的。
难道我还不晓得你喝不得酒吗？雪堂，我们的12年啊，你让我前途尽毁，被架空到只剩一个将军头衔了，你怎如此狠心？事到如今，他不知错在何处，竟还在怪我。我便问道：纵着他去两国交界处赏月的是你吗？30条人命被始作俑者的你们以夜探军情为名，尸骨无存。你为将士之首领，弃他们性命于不顾，你没错吗？唯恐行迹败露，让你的女兄弟背上骂名，你甚至美化她为救你性命的女英雄，连30句诗骸都未敛收，午夜梦回你不愧疚吗？沈燕霄面色清白，被我步步紧逼，还牵强辩解。你勿要如此咄咄相逼，若那人换作是你，我只怕会做得更不留余地。我笑了，我永远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去全自己的情爱梦。摔出他出征4年写给我的信，我冷声道：最后1年半的书信都是宋贤英替你写给我的吧？你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一遍，竟不知道他早已将你们的亲密关系告诉了我。你背他10几公里，你抱着高热的他几天几夜，你为他一再放低底线，你甚至将他女人的身份告知了军师与副将，为他求得尊重、信任与庇护。你说我不如他爽朗，你笑我小肚鸡肠，你甚至希望永远和他留在边疆，便是回京之前，你也做好了准备，酒后乱性和好兄弟滚在了一起，我便是咬碎银牙也为全体面要让他入府，对吗？沈燕霄震在了当场。我没有。你有。宋贤英自暗处走了出来。都是我告诉他的，也都是事实啊。肌肤之亲而已，我们又不是没有过。你自己也说过很多次要给我名分的。现在她嫁给别人了，你娶我不正好？怕什么？沈燕霄身子一晃，怒吼着辩解道：我何时说要娶你了？不娶我，我肚子里都有你孩子了，你说呢？不娶我，你为何长跪不起，求陛下宽恕了我？不娶我，你为何为我诸多谋划？抬眸扫了我一眼，宋贤英挑眉道：我们同吃同住2年，说没有肌肤之亲，你信吗？他轻蔑转身，挽上沈燕霄的胳膊，拽着站都站不稳的他往将军府而去。我们孩子都有了，他怎么可能放着皇子不要来要你？阿燕，自始至终最爱你，最在意你，最离不开你的只有我。记住，只有我。沈燕霄还要说什么，宋贤英一个眼神，便站出几人与他一起将沈燕霄往外拖。一行身影消失在黑夜里，我才上了马车。谢峰回沉默着，不知在想什么，我便开口道：你我大婚之后，将贵妃的娘家侄女抬为侧妃吧。贵妃无子，她最看重娘家，而她娘家极其偏疼萧淑玉，抬她入府，贵妃便是你后宫最大的助力。谢峰回衣袖下的手僵了僵，他莫名其妙地问我：你很想我坐那个位置吗？我坚定回道：你若不想，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做什么？过家家吗？他垂下眸子，我看不见他脸上的情绪。片刻之后，他淡淡回道：都依你。后来沈燕霄拿着旧物找过我一次，我让管家当着他的面付之一炬，彻底烧烂他那颗不甘的心。可我小瞧了他，他竟越过护卫，翻墙而入，进了我的闺房。只脚步刚踏入房门，油灯大亮，我长弓拉满，直直对着他的咽喉。擅闯侯府者，格杀勿论。沈燕霄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你我情分，你挽弓对我？我眸光一沉，剑偏一寸，嗖的一声，没入沈燕霄的左臂，鲜血一出，他捂着伤口颤抖不已。雪堂，你我12年情分，你当真能下得如此狠手？我冷声回他：我们的过去不作数了，话是你说的，我做到了，你当也做到才是。我大婚在即，你擅闯我闺房，实非君子所为。这一件是让你清醒，放下你的骄傲，学会尊重女性。若有下次，我便不会留情，直指你咽喉。沈燕霄满脸挫败，被府卫团团围着请了出去。我冲管家喊道：去太后跟前求一批死士，擅闯侯府者，格杀勿论。沈燕霄的背影一晃，蓦地回头时，只剩一个决绝转身的背影。直至此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真不要自己了。此后，我忙于婚事，忙于与谢峰回不显眼地拉拢各方势力。
并暗戳给荒淫的大皇子、嗜杀的二皇子和笑面虎的五皇子使绊子。在听到沈燕霄的消息，已到了我大婚那日。他从前许诺过我的宝剑，被当作大婚贺礼送到了我手上。他到底没娶宋贤英，被闹得厉害了。家无宁日之时，他一碗烙子汤灌没了宋贤英肚里的孩子。那是个疯狂的女人，在将军府里发了疯的闹，打骂了多少下人，折杀了多少女子。最后沈燕霄忍无可忍，要将她赶出京城，他才消停了下去。可我大婚前日，他消失了。将军府不知道丢失了些什么，沈燕霄发了疯般四处查找。我只求他不会愚蠢到把不妨图落进宋贤英手上，因为思虑良多，我只见冰凉。直到被谢风回握在掌心，我才找回了自己。盖头挑开，他温润俊朗，含水的眸子里映着亮晶晶的喜烛花。雪堂姐姐，她到底比我小3岁，痴的，连甜蜜话都不会说，从头到尾就这么一句话。我叹了口气，将合卺酒递到她手上。你要说今日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你会一辈子对我好。她闷声嗯了一声，甜甜一笑，声音细若蚊鸣。今日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雪堂，我会一直对你好的。我弯起唇角，露出了一脸笑意。那就喝了合卺酒，做对真夫妻，早日开枝散叶。帝王之家的情爱当不得真，兴头上的话说的时候也许是真的，可人都会变的。我只做他的妻子，皇子妃、太子妃、皇后，而不是爱人。我一个个为他拉拢人心，一个一个为他抬女子进门，一件件帮他抹平烦心事。只这些，与情爱无关。直到3年后，他终于坐上了太子之位。他又问我，你是想当皇后，还只是想我们的孩儿当皇帝？那时候我们的长子已经2岁了，次女也刚满月。我抱着孩子逗弄着，轻声回道，都想。我选他时，他便答应要给我的东西，我不怕他会后悔。自始至终拉拢人心的都是我，然后周旋的是我，便是得太后支持的也是我。他若有一心，大不了辛苦点，抱着孩子亲自坐上朝堂。他叹了口气，将我与孩子都揽进怀里，似是无奈般轻声道，你喜欢，我就都争给你。我摇着拨浪鼓的手一顿。门外传出一声惊呼，殿下，不好了！漠北得了我国不防图，骤然发起了进攻。大楚已连失3城。哐当，拨浪鼓砸在了地上。沈燕霄跪在养心殿外，请命出征。皇帝忌惮，本另有人选，是太子亲自求的情。既是沈将军自己犯的错，就该他将功赎罪。父皇，儿臣以为沈将军与漠北交手多年，由他去，再合适不过。陛下终是答应了。沈燕霄出城那日，隔着茫茫人海与我相望，他沧桑许多，眸光幽深，似有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为无声的2个字：珍重。他带着必胜的决心而去，要为荣誉与他一雪前耻而战。可这次我不会派人独护他一人之安危，也不会再给他一人千金之灵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能靠的只有他自己。云策摇着扇子站在我身后。娘娘料事如神，知晓宋贤英要偷不防图，竟换了张甲的过去。诱敌深入，一网打尽，大楚将得100年之安宁。娘娘乃大楚的救世英雄。我轻笑道，乱世之中，为国为民的皆是英雄，为着情爱置万民于水火，他才是当真糊涂。多亏军师与副将相助，否则那不防图如何能轻易被唤出？夜风极凉，谢风回自暗夜走出，将火红的披风裹在我身上。刚出月子，吹不得风的。府中备好了安神补血汤，回府喝吧。他始终很乖，乖到明知我来送大军出城，免不了与沈燕霄相遇，却还寻着借口留在府中，将选择权送到了我手上。他很懂事，懂事到我要如何，他从未说过不字。他很谨慎，谨慎到只在电闪雷鸣的夜里，缩在我怀里呢喃着雪堂姐姐，雪堂姐姐，不要抛下我。望向那双始终风轻云淡的黑眸，我浅笑着伸出了手。好。他扶我登高，用尽全力，自然一步步走得稳稳当当。半年后，边疆传来捷报，
漠北溃不成军，逃回荒漠深处，损兵折将之下，数十年在南城气候。满堂大喜之时，那人又轻声道：“沈将军中箭，伤口溃烂，却冒雨杀敌，终是倒在回城的路上。”一世静默里，有遗憾，有唏嘘，还有些恍若隔世的不真实。谢峰回握紧了我的手：“别怕，还有我。”直到活捉来的宋贤英被扔了出来，他被打断了双腿，只能满地乱爬，却疯疯癫癫道：“我都快攻略成功了，他凭什么要送走我？嘿嘿，我就是要他死，他活该！呜呜呜，好痛啊，腿好痛啊！肯定是那个贱女人污蔑我是汉子婊，把我塞进系统里，不让我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不回去，我要嫁王侯将相当人上人，我才不当牛马呢！狗东西，睡了还说我是兄弟，不认账的蠢货，我才不回去跟他耗。我要跟沈燕霄，他好骗，嘿嘿嘿，他蠢。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却逃不过被鞭子抽打的命运。防护城墙的修建正是紧缺人手的时候，他没了腿还有手，也被拖去搬砖堆城墙了。对此，谢峰回道：“死太便宜他了，不是处心积虑要做人上人吗？我偏让他一辈子当牛马。雪堂，可满意我的决定？”我点点头：“甚好。”10年后，陛下病故，谢峰回顺利登基。他稳坐皇位的第一日，便是感念我的恩德，在封后大典上顶着群臣的反对，立了我们的长子为太子。他与我并肩而立，笑得乖巧又柔和。雪堂，我做到了。携手30多年，他算得上好夫君，也称得上好皇帝。朝堂上，他选贤任能，事事亲公，从未懈怠一日。后宫里，对我言听计从，从未忘了最初的承诺。只在50岁前后，他大病一场，拉着我的手问我：“雪堂姐姐，这辈子你还满意吗？”我手一僵，笑了。为后数十载，夫君相敬如宾，从未红过脸，儿子清明睿智，不曾让我烦过心，便是前朝后宫都称我为千古贤后。风雨无忧，万事顺遂，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唯一遗憾的便是7岁时那个捧着我给的点心，天天叫我雪堂姐姐说要报答我的孩子，拿一辈子的乖巧顺从回报着我。直至今日，与他装了一辈子的我仍不知他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啊，一辈子在姐姐身边，圆你之高梦，得万民俯首称颂，如何不算圆满？那夜风寒钻进我眼里，泪流不止。好起来，多陪陪我吧。海晏河清的天下给皇，我们也去看看西北的雪，江南的雨和蓬莱的海，好不好？他嘴角一弯，还像那年我从大皇子胯下救出来时那般惊讶与无措。不过片刻，便乖巧应下了。好，我多依你。全文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